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然后我们慢慢就好上了。但是走着走着，发现他变了。他老是说我变了，可是我感觉明明就是他变了。以前他不是这样的，但是后来慢慢的，他就让我越发给他大手大脚的花钱，不仅是给他自己花钱，而且还给他的家人以及给他朋友大手大脚的花钱。女孩谁不爱逛街买个东西啊？可是他老是因为这事儿跟我吵架，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不爱我。我很爱他，为了他我可以为他付出一切，但是他总这样任性的话，我只能跟他分手了。大家在这个小片里面听到最多争执的就是那个钱字吧，给谁花给谁花。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对对，来，掌声有请。男主人公小赛24岁，来自河北，是一名学生；女主人公小童22岁，来自河北，也是一名学生。来，有请两位。依然是密码箱，密码箱里装的当然是彼此并不知道的一个秘密哈。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这个秘密吗？我愿意。我愿意。那个片子里面一直说花钱，是他花你的钱是吗？对，很多钱啊。我不知道你的花钱大手大脚是怎么定义的，哪个男生不为女生恋爱当中花点钱呢？我虽然是第一次谈恋爱，但我看好多恋爱攻略都说，男人能为女人花多少钱就是有多爱她，女人不狠地位不稳。那你说说我怎么花钱大手大脚？他第一次过生日，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条水晶项链，那上面就标价1500块钱，说那个项链太贵了，那个1500块钱也算贵呀？那你说说什么叫做便宜呀？这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呀，朋友们都看着呢。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啊？对啊，我的家庭条件也并不太富裕啊，我还经常打着工呢，是吧？然后那条项链特别贵，我感觉有点不像我们大学生消费的那个群体消费水平。不是主持人，我没有让他当下买给我，我说给你半年时间。只要他开心，我就乐意为他付出，乐意为他买嘛。然后当时口袋里钱也不够嘛，就找那个朋友们借钱，当时给他买下了那个水晶项链。当时他开心坏了。可惜的是，就是等他生日那一天嘛，他说他要过生日嘛，从我这里拿几百块钱，拿几百块钱可好，我在宿舍等他整整1天，他拿那钱跟他那些朋友们一块吃喝玩乐去了，把我一个人扔宿舍里了。你把话说清楚好不好？哎，你这么说，想让我是什么人呢？生日前2天我肚子疼，给你发短信不回，打电话不接，我宿舍了给我买药，我吃了躺了半天，你跟我说你忙呢。不是我那一天，你有一对男朋友，我安心吗？你时间不花给我，你这么冷落我，我就不能冷落你一次吗？那天我在打工嘛，因为给人家正在做家教，都已经很晚了嘛。后来看到他那未接电话之后，回来之后赶紧给他打电话，通过跟他宿舍的人了解情况之后，我就不信你忙了连回个短信确实是我错了。回去那天晚上赶紧给他打电话道歉，我以为这事儿就那么平息了呢，结果人家还耿耿于怀，接二连三的后边给他朋友一块吃饭啊聚会啊，就根本就不叫我。别管我有没有时间。你讲话公平一点好不好呀？每次我都叫你一次你忙，叫你一次你打工呢，我都老是热脸贴你冷屁股，我都贴得我心寒了，我懒得叫你。他不是说拿了你的钱跟别人吃饭而不叫你吧？还是就是人家吃饭不带你吃？一开始是叫我，但是都是因为我有事儿，我在打工嘛。那他动不动跟我要钱，我不能说不给吧，因为我动不动就要钱啊？对呀。干嘛呢？就是一些吃饭呀、逛街呀都要去啊。他原来买衣服都是从网上买，自从跟我好上之后，慢慢就是动不动就拉着我去逛商场。每次逛商场，男女朋友逛个商场怎么了？再说张小娴说了，欣赏一个女人的美丽，绝对不是从她美丽的灵魂开始的。你女生外表必须得漂亮，女人不是男人的面子吗？我打扮漂亮还是为你好啊。不是你照顾你的面子，你现在哪个哥们儿不说你福气好呀？不是你照顾你的面子，你得照顾一下我的经济实力，是不是？我的钱包一天天的那样都厚不起来。等于你们俩经常要逛街去购物是吧？对，逛街购物给他买东西也好玩，但是有的时候他就是感觉有点无理取闹，我感觉。那有一次吧，然后是周末，我胃特别疼，就说我这个胃特别难受，我不想去了，咱们改天再去吧。立马就火了，就跟我闹。那网上都说爱情谎言就是从逃避开始的。他一开始老是说他打工忙啊什么的，后来我一叫他去逛街，他又跟我说这疼啊那痒啊，我根本都不能确定他到底是真是假啊。不过我那天姑娘，你背了多少这种爱情格言？不是啊，因为我是第一次谈恋爱嘛，然后他老是没时间陪我，所以我都不知道都是为嘛呀。然后我就上网啊，书上啊，然后那个空间里啊，心灵鸡汤啊，什么都看看，然后就感觉他就是爱我不够。明白了。那天嘛，不是说特别难受嘛，后来我说那算了，要不然我给你钱，你去拿这钱跟你朋友一块去逛街吧。那才高兴了。结果我给他400块钱，一下我就进去了。那钱花你身上，我也开心，我也乐意，是吧？毕竟她是我女朋友。但是人家说那钱不仅是花在她身上，好多都花在她那些朋友身上，给她朋友们买这买那的。就说我给她那个付出，她是我
女朋友付出，我是心我甘情愿的。关键是那天我朋友没带钱啊，你作为朋友，你不应该先出了点儿吗？再说你对我朋友什么态度，就可以反映出来对我什么态度。爱情的广度就可以反映爱情的深度啊。还背了一些什么格言？来，我们听听。背了哪些？这些不是就是感觉到非常有道理啊，因为什么？你觉得最有道理的是哪一句？能够拴住一个男人，胃不是关键，钱包是 number1。只有一个男人对这个爱情当中投入的成本越高，他越舍不得离开这个恋爱。你还背过谁说的话？哦，就不是背过，就是看的嘛，感觉特别有道理，然后就也时常跟他说呀。我一直都跟他强调，说谈恋爱嘛，没有谁规定说我必须要给他花多少钱的义务，是不是？我给他花钱，给他让他高兴，让他开心。你们俩谈了多久？11年多。一共花了多少钱？在认识他之前，我经常打工嘛，有7、8千的存款，但是到现在我有3000块钱的债了。刚才说这些钱等于都是他花了，还给他朋友花了。我看那个小片里还说，还给他家人花的。那次逛商场的时候看到一部手机，标价3000多，他就是恋恋不舍的就在那玩，就特别开心，就想要。然后我说这手机太贵了，就是我身上也没那么多钱，咱没法买，咱下次再说吧。然后立马就火，就不行，就跟我闹。我就找那朋友们再4处借钱，朋友们都怕我了，我就借2000多块钱之后给他买那部手机，当时开心坏了。我每次看到他开心嘛，看到他快乐，我感觉我付出得到回报了。但是后来过了2月之后，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他把手机给他妈妈了。他说他妈妈特别喜欢那手机，让我再给他买一部手机。我感觉特别无奈，不仅是给他妈妈买这个手机是吧，还给有的时候还给他那个爸爸买衣服，给他妹妹买玩具啊，就是他自己一家人嘛还行。像他那表姐、表妹那些远房亲戚也都算在内，也要我给他买那些都是10几块钱的东西，也不算贵，一点小心意嘛。但是你把你整个代表我的确有他这个男朋友，然后让他表达一些对他们的关爱啊，干嘛的？为以后2人在一块儿扫清一些障碍呗。你这一直的考虑你身边的人，就是唯独没考虑过我。兄弟，我问你啊，你这钱都从哪儿来的呀？平常经常做家教嘛，也经常做促销，暑假的时候还在工地上也干过，生活费还是可以的。我这个资料上面说你们都来自河北，是说的这个籍贯，还是说你们的学校在河北？我们学校在唐山。唐山那地方消费高吗？一个月1000块钱够吗？一个月1000块钱我一个人够，但是我每周差不多平均下来要花费400块钱给他。这些钱都是你自己打工挣来的？对，一定很累，对不对？特别累。那你这么累，哪有时间谈恋爱呢？就是他根本没什么时间陪我，要不然我死乞白赖让他跟我一块吃饭。是啊，您还让他陪您，这不得打工吗？就是。但是他如果有那么多时间陪我，达到我心目中一个标准之后，我哪会让你花他那么多钱呢？因为我看到就是男人爱不爱你就2个标准，一是有没有时间陪你，第二个舍不舍得给你花钱。然后他没有时间陪我，他如果肯在我身上花时间的话，那证明他是比较留恋我的。哦。他不是都打工去了吗？我没有办法，我不可能总跟家里要钱吧？我这么大了，我都已经。你时间陪了我，给我的安全感不够啊！我陪你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你割舍这份感情？你想想你一个人，你陪的时间那么短，你有什么感情啊？你不给我多投入点成本，我怎么感觉你对我的心思啊？你想放手你就放手。但是陪他的时候，咱可以聊天是吧？可以走走啊，可以逛街，但是每次那你给我这个机会了吗？你根本都不陪我。每次在一块儿都是钱，我根本就吃不消，我感觉，而且数目特别多，频率特别高，不打工是根本就没有办法的。你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没有办法走下去了。姑娘，你来的目的呢？我想让他留下。不是你背了那么多宝典，那应该拿一条来不就留下了吗？关键是我那些就是看到到底是不是爱我，因为他那你觉得他爱你吗？你觉得他爱你吗？不是一个男人如果爱你的话，没时间陪你就给你钱，他可给你了不少钱，你觉得他爱你吗？我觉得他爱我。那觉得爱你，他为什么还要走呢？真的，我感觉他不爱我。对啊，所以我感觉我们2个人都比较好呀，然后他非要提分手。事儿老师们大概都听明白了啊，交给你们来解决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网上的这些爱情攻略真的害人呐！男人为你花多少钱，就代表着他爱你多少。请问这个依据是哪里来的？是涂老师他们这些情感专家？我从来不说这种话啊！是我在节目当中说了一些话，但有关于这样的话，我从来没说过。你看，现实生活当中的情感专家，他对自己的言论很负责。网络上由于它的特殊性，现在我也看到这样的一些爱情攻略，什么秘诀，铺天盖地。
还美其名曰心灵鸡汤。什么心灵鸡汤？不就是一包方便面吗？而且还是假冒的。这么细声细语的一个小美女，怎么花钱会如此的大手大脚？你给我的一个直觉，你很喜欢2朵花，一朵花是有钱花，另外一朵花是尽量花。我也但愿小女孩是受到了网络上这一些所谓的爱情攻略的误导，她去实践了。不是实质性的问题。作为一个当代大学生，你应该明白，站在你对面的那个小伙子真的很励志啊，又要读书又要打工去赚钱，你还哭，人家身体好，如果我这把老骨头这么干，弄得我命都没了，我告诉你。我真是替这个小伙子难过，替你的父母难过。我觉得你爸妈那么辛苦的把你养这么大，让你去读书，是让你长知识、长智慧，将来成家立业。你呢，谈个恋爱就把你自己谈成这样了，真的不值得。姑娘，你是个大学生，当代的大学生真的不应该是你这样的价值观，对于爱情，对于这种亲情，包括是个同学。我只是以他们说流传的特别广。他们说你也应该有你自己判断这个是非的标准，你是受过教育的，对吗？他们的说法肯定有一定道理，要不然有什么样的道理呀？在座这么多的姑娘，有几个会像是你这样的小伙子？我不晓得你怎么想的，但是我要是你的母亲，我一定的让你第一时间的放弃，不值得。先说一个现象。现在基本上70%的大学生都在谈恋爱，就很容易产生攀比。你看那所谓的爱情秘籍啊，咱还不能一拍子把它打死。但是呢，为什么你会这么理解？为什么？是因为其实你背后是有你自私的心理的，你选择性的吸取了那些对你有利的。什么叫爱你啊，就要给你花钱啊？请问你爱他吗？我爱他，我特别。你给他花钱吗？我给他买过，你买过什么呀？我给他织过。好，我们将心比心。大冬天给他买过药，然后他过生日给他买过腰带，还有腕表。那咱就算一本账，你稍等，男生，你给他花多少钱？我听起来1万多，对吧？你给他花了多少钱？可能不到1000。你说他给你花了大概多少钱？多少？不到1000。爱他就要给他多花钱吗？可是我找他陪我，他不陪我呀。怎么放到你这儿就不能照本宣科的去做了呀？因为那说的是男人对女人。请问女人应该怎么爱男人？就是经常陪他，然后支持。你经常陪他了吗？你支持他吗？我想陪他，可是他总忙呀。他得挣钱来满足你啊！可是他本来他陪了我，我都不用他那么忙，不用他买东西了呀。但是我没钱，怎么陪你啊？你总跟我要这个。陪你干什么？陪你逛街去买东西，陪你去开 party 去给你花钱，哪有时间陪你？放在你这儿，全吸取的是对你有利的，怎么享受怎么来。你对他呢？不是，可是他10倍于你的，他打对你的付工那些东西出，根本都没跟我说过呀。就他你不叫感觉吗？你不叫体会吗？你不叫陪伴吗？这都网上都有，你得陪伴，你得了解，你得沟通。对呀，我让他陪我，我想跟他沟通，但是他就是没时间。你只要想跟他在一起，一定会在一起的，只不过你根本就不屑得去做而已。没有一项爱情是说我拿来就能去做的，一定要落地。你看到的只是影视剧里或者书上说的啊，夸大了的艺术化的那种物质的支配权，你向往的是这个。恰恰你把那儿的真谛你给放掉。男人给女人花钱，代表男人有多疼爱女人，但女人要知道不去浪费男人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如果你作为一个被爱的女人，你做不到体谅你的男人的话，只能说明你根本就不够爱他。在做你们这期节目之前，编导跟我说你很喜欢网上的一些至理名言，我让他给我抄下了一些你说的。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分为2类。第一类是某一些想要赚你们这些读者钱的作者说出来的一些所谓的方便面。你比方说啊，拴住一个男人胃是不够的，拴住他钱包才关键。爱的广度决定爱的深度，这是一类。我告诉你啊，一个男人不为女人花钱，他肯定是不爱她；但一个男人为女人花钱，也不一定是爱她。还有第2类，编导说你最喜欢重复的，说张爱玲说的，男人不能给我很多爱，
那就给我很多钱。这种属于另外一种，这个话本身是没有错，但他断章取义，他没有把整篇文章读了，他就把这一节拿出来，有没有上下的情景？我现在跟你说一下，这句话不是张爱玲写的，这句话是一书写的，他的名字叫喜宝。这里面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话，比如说青春是可以用来出卖的，因为青春不用也是要过期的。再比如说，当有人拿钱砸你的时候，你只需要默默地蹲下去把它捡起来，因为在关乎于生存问题的时候，那点尊严不算什么。这都是很多很消极的话，确实是书中所有，但是他所描述的这个人是个悲剧。这句话的背景是说什么？说这个女主人公张喜宝因为家境贫寒，父母离异，她为了大学的学费，在2个男人的追求过程当中，一个是父亲，一个是儿子，就父子都追求这个女生，这个女生很现实的选择了父亲，因为可以得到很多财富。后来当她跟父亲在了一起之后，她确实得到了很多钱和富贵的生活，但她又非常难耐生活的空虚，于是她又想要得到爱情，找了个情人，但是她的这个老公当着她的面枪杀了她的情人。而若干年之后，当她的这个老丈夫走了之后，她虽然得到了很多金钱，但是她失去了亲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青春。他完整的故事是这样的，是一个悲情人物，作者并不鼓励这样的言行，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不要那么现实的选择金钱，而忽视了对自己爱人的爱，而被你们这些人中间一段结局出来，居然成了至理名言。而且原话也不是这么说的，什么要男人给我很多很多的钱，要不就给我很多很多爱。原话是说，要么就给我很多很多钱，要么就给我很多很多爱，如果两者都不行，那就给我健康吧。原话是这样的，怎么被你们这些人就胡乱摘抄，到网上连作者都变了，作者都变成张爱玲了。所以说你也是个大学生，你们选择在读文章和读书的过程当中就这么乱读的吗？本来说句实在话，你上来的时候特想骂你，后来看你那迷茫的样子也就算了，确实是有很多东西害了你。了解一个人要了解他的全貌，了解一个作品也要了解他的全貌，就这样。初恋时我们不懂爱情没关系，就当交了学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我不会犯这个错误就好了。爱情没有秘籍，如果说爱情有秘籍的话，我觉得就俩字儿：真心。接下来把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真的一直都想找一个能够体谅我、尊重彼此的爱情，能够相濡以沫、同甘共苦、一块儿成家立业的人。但是我发现，慢慢的发现，你真的不适合我，而且我对你来说，我感觉我太无能了。发现我真的也是不适合你，咱分手吧。不是这样的，我只是让你多些时间陪我。如果你有时间陪我，肯定不让你给我花那么多钱。我只是说，这算是一个惩罚的手段。如果你感觉到这对你伤害太大，爱的方式错了，不代表不爱啊。两位请回，谢谢你们。来，请关门。大量的阅读很重要，你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辨别。我不希望这个女孩的悲剧在更多的女生或者男生的身上发生。那接下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来，5、4、3、2、1。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稍后继续。杰利亚提醒您，精彩栏目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来，我看看男生的秘密啊。就是这个小男生到后来都没跟我们说实话。说其实他家里的条件并不是很好，本想是上了大学就不再向家里要钱，可是因为你，我不仅向家里要了钱，还因为以学驾照为由向家里骗过钱，我真的觉得对不起父母。哎，
其实他这些事儿，还有他打工多辛苦，他是从来不告诉我的。我这也有错，我从来没有问过他。然后你不是发自本心的就那么爱钱吧？不是，我就是想让他陪我。哦，他不陪我，我就那你可以跟他想给他一直接说嘛个惩罚。你爱打工爱挣钱，那我就还你的，我让你挣。啊，所以任性是不是？我太任性了，太对不起他了。没事儿，过了就过了，以后不会了吧？不会了。德克，你最想对男生说的是什么？亲爱的，对不起，我以前太任性了，有什么想法也不告诉你，就那么以自己的方式解决。太对不起，让你忍受了我这么多。但是我和你的婚姻还是非常美好的，我希望你能给我机会让我补偿一下。谢谢你，来，请回啊。